结婚了45年，她才发现，原来自己只是丈夫的一个备胎。一直以来，丈夫都坚持不要孩子，可照片中她的初恋却怀有身孕，自己过了大半辈子的幸福生活，竟是一场无比凄惨的谎言。原本丽莎和杰夫是小镇上的一对恩爱夫妻，过着没有孩子、清闲自在的二人生活。他们相濡以沫一辈子，准备在今年举办一场第45个结婚纪念日。可就在距离纪念日的头6天，杰夫突然收到一封来自瑞士的信件，信上说人们在瑞士冰川里发现了杰夫前女友的遗体。50年前他们一起去探险时，女友不幸遇难，由于当时积雪太厚，一直找不到遗体，如今积雪融化后，遗体才被发现。God, who? Jeff? They found Katya. 听到杰夫说我的卡佳，丽莎顿时感觉很不是滋味。虽然杰夫曾经也有和自己提起过，可再次听到都会不自觉产生一股醋意。杰夫没有太悲伤的情绪，只是起身去外面抽起了香烟，但丽莎能感受到他的内心早已崩溃。杰夫说自己想去瑞士一趟，去看看卡佳的遗体，这让丽莎瞬间觉得有点失落，因为自从杰夫做心脏手术以来，连陪他到河边散步都嫌太远，现在却要去千里之外爬雪山。更何况他们的结婚纪念派对就在周六，为了掩饰自己焦急的内心，杰夫只好谎称自己只是说说罢了。可到了晚上，杰夫又开始变得烦躁不安，他声称自己是卡佳唯一的亲人，想以此当作去瑞士的理由，却不料反倒引起了丽莎的疑心。Well, why were you her next of kin? Because they thought we weren't married. Who did? The authorities, people. What made them think that? We told them we were. 当年为了有落脚之地，他们只能对外宣称两人已经结婚。看到丈夫描述的清晰过程，丽莎猜测杰夫或许真的和卡佳结过婚，加上都已经过了50年之久，那边的信件还能准确地送到杰夫手中，她甚至怀疑杰夫从未停止过打探卡佳的消息。最终她还是忍不住问起当年所发生的事，提起那次事故，杰夫的思绪开始变得格外清晰，从皮肤黝黑的当地向导，到爬过雪山间的岩石，甚至卡佳掉入冰川的最后一声惨叫，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那些画面仿佛正在此刻上演。而事发那年，正是丽莎母亲离世的同一年，但他们从没有向彼此提起过，都把最痛苦的回忆埋藏在心底。可见卡佳在杰夫心里的分量有多重。次日清晨，原本不爱出门的杰夫却提出要去镇上买一些修马桶的零件。期间他特意借了一本冰川融化的书籍，开始研究冰川融化的速度。面对丈夫突如其来的喜好，丽莎很清楚她是在担心冰水融化会冲走卡佳的遗体。之后在和闺蜜一家的聚餐中，丽莎只能默默地看着闺蜜分享自己儿孙满堂的幸福生活。这一刻她突然意识到，自己和杰夫相濡以沫一辈子，都没有留下任何美好记忆。可杰夫并未体会到丽莎的心思，他魂不守舍的模样让丽莎瞬间感到无比失落。卡佳的出现如同尖刀利刃，割断了原本幸福生活的纽带。又或许自己在丈夫心里并没想象中那么重要，甚至开始怀疑即将到来的纪念派对还有没有举行的必要。晚上她拿出那本只记录过风景的相册，向丈夫抱怨这个家都没有什么纪念挂件。明明丈夫以前有一台相机，可丈夫却把它尘封在阁楼里，从不拿出来和自己拍照。她不想等到卸甲之年把这些美好回忆带入尘土中。或许是被丽莎的话给触动，杰夫暂时抛掉这几天的担忧，带着丽莎跳起了年轻时的舞蹈。可欢快的节奏并没让难过得到缓和。半夜丽莎被吵闹声惊醒，才发现杰夫正在阁楼翻看卡佳的照片。往事早已物是人非，更何况他们都相守了大半辈子，丈夫依然对前任夜不能寐。这荒唐的举动瞬间激怒丽莎。 Show me the bloody picture! Picture. That's all it is. Doesn't mean anything. It's just a fucking picture. 看着陌生女人的照片，丽莎顿时感到无比痛心。究竟爱的有多深，才会让一个人激进疯狂？回到床上，丽莎忍不住问杰夫，如果当年卡佳还活着，会不会娶她为妻？ Yes, you would have married her. Yes. We would have married each other. 听到如此肯定的回答，丽莎的心一下低落到谷底。原来这几十年的深厚感情，
都只是那个女人死后的填补，自己只不过是空缺中的备胎。次日，趁着杰夫去参加朋友聚会，丽莎抑制不住好奇心，爬上了那个从未踏过的小阁楼。她在皮箱里找到了丈夫当年的笔记，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，沿途经过的风景，都充斥着他们刻骨铭心的爱意。她还发现了一张旧胶片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全是卡佳的身影。这时她才意识到，原来丈夫封存的相机是属于她和卡佳幸福时光的见证。然而更让丽莎感到难过的是，照片中卡佳明显的挺着大肚，他们那个时候早已有了自己的孩子，这也就是婚后丈夫坚持不要孩子的原因。可自己却傻傻的认为那是二人世界的幸福模样。第二天半夜，杰夫又偷偷去了小阁楼，丽莎起身跟了过去，但她也只能像个外人般仰望阁楼里的另一个世界，那是只属于丈夫和卡佳的地方，也是距她一步之遥却又永远都到达不了的终点。而那天晚上，丈夫并没有回到床上，他只是早早地留了一张纸条，告诉丽莎自己要去镇上一趟。丽莎猜测丈夫肯定在隐瞒着什么，她凭着直觉来到了镇上的旅行社，真相就如她所想一样，丈夫果然咨询了去瑞士的行程。这一刻，她的内心彻底崩塌，可她还能怎么办呢？难道要让丈夫在自己与死人之间做出选择？那天晚上，丽莎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恼火，怒斥着多年来所承受的辛酸和苦楚。他们的房子一直弥漫着前女友的香水味，包括他们要去哪里度假，要读什么书，养狗和听什么类型的音乐，甚至连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，所有的决定都和前女友有关。她受够了在别人影子里生活的感觉。丈夫没有生气也没有反驳，却间接承认了这些都是事实。冷静下来之后，他们还是坐下来好好讨论明天派对的事。 And I really need you to want to be there. Yes, I do want to be there. 第二天清晨，杰夫破天荒地为丽莎端来茶水，还准备了早餐，之后又和她一起出去散步。杰夫平静得如同这些事从没发生过一样。回到家中，丽莎又收到了杰夫送的宝石项链。之前她也想过送杰夫一块手表，把他们初见的时间刻在上面，但一想到杰夫的种种行为，让她觉得过往已经毫无意义。那些经历只会提醒自己，每次牵过的手，每次深情的凝眸，每段走过的道路，中间都夹带着对卡佳的爱。在亲友的祝福中，他们挽着彼此走进派对，恩爱如初的模样暂时褪去所有烦心事。闺蜜为他们准备了昔日的照片，而他们的婚姻就如同这些旧事，东拼西凑却仍然凌乱不堪。之后，杰夫发表了自己对这场婚姻的感言，丽莎则在旁边细细聆听，附和般的笑容却显得有些牵强。到了跳舞环节，还是那首结婚时丈夫精心挑选的音乐，可45年后的今天，丽莎才注意到里面的歌词。Yet today, my love has carried away. 丈夫自始至终爱的都是卡佳，自己只不过是他昏暗中的一丝丝微光，耗尽所有也无法照亮通行的路。她乏了，困倦了，痛心了，再也坚持不下去了。其实刚开始她早就为这段感情退让了一步，她理解丈夫对前女友的爱，也愿意陪她一起走过悲痛。45年的婚姻对自己而言太过沉重，那些点点滴滴不是一朝一夕就可轻易忘却。只要丈夫转身，她会毫不犹豫地张开双手给予拥抱。可这份沉浮的感情一直消耗她的真心，磨挫她的精力。如果这场婚姻不能坦诚相待，她宁愿忍痛撕毁一切，也不要一直活在谎言之中。